大家晚上好，我们准备今天的老范读评。小米苏7的车祸谁的错？肯定是那位送车的男友啊，要送就送特斯拉。不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送特斯拉啊？反正这个小米苏7就送过去了。现在很多人讲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只踩了30%几的这个刹车，是因为小米苏7的这个看到里面这个车座子是非常靠后，而且倾斜角度很大，开车的人基本上是躺在那儿开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全力踩刹车。来早了啊，先放个小马扎儿啊，这不早，这不就开始了吗？来了，欢迎。好，我们今天开始老范读评。第一条，上期读评的啊，有人说美国学校政府赔钱多去了，黑人被美警察跪杀事件赔了家属2700万美金，那个应该跟学校没关系吧？密芝根大学体操队医性侵，最后各种赔偿加起来5亿美金，整个体操队分赔偿，所以老美没有什么跪着讨钱的事儿。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讲我上次说学校里面不敢让学生出门儿是吧？中国是这样，就是家长闹政府就抹稀泥，然后就给一点钱就完事儿。像美国呢，我估计是这样，就是你要真有事儿呢，就真的罚个狠的啊。然后那个如果是这个学校没有什么责任呢，你告他你也告不赢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更小心一些吧。如果是判下来以后你再去闹，那肯定是警察伺候，对吧？没有什么抹稀泥的事情，啊，大概应该是这样来去理解吧。然后再往后啊，就是小米苏7爆燃这个视频了。因为上个礼拜呢，其实没什么别的事儿，除了关税的事情就这一个事儿。然后呢，我觉得也是经受到了很大的这个风暴吧。今天还有人来问我说："哎呀，你看了一下你评论区，怎么都是这种二极管的人在这儿呢？"上来就是啊，老范你拿钱了，老范你这个什么了？我觉得你要这么想的，就别看这个频道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我要为这种事儿拿钱，这个我就不坐这儿录这节目了啊。而且很多人说你这个叫什么？你这个不客观啊？那你觉得什么样叫客观？对吧？说买国产车都是傻瓜，这样就客观了吗？对吧？这个买电动车都是傻瓜，这样是不是客观了？还是什么样叫客观？对吧？这个到底怎么算客观？大家想一想，对吧？你每次指责别人不客观，你告诉我啥叫客观？对吧？我也从来不标榜自己客观，对吧？但是你每次有别人指责啊，你不客观了，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有人说啊，我大概算了一下，理论上105米距离水泥带才算安全，呃，包括1秒反应的滑行距离和120这个刹车滑行距离，那三角锥放置的距离至少200米左右，甚至更远。但凡远光灯早一点照到三角锥，都能够避免。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再怎么算，它其实都不是这个车的问题啊，因为是这位小姐姐自己把这个车开到了侧面的隔离带上啊，她并没有撞到正面的隔离带上，所以呢，你这个前面距离多近多远，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就算一大直道，她把这车开到侧面隔离带上，你也没有办法，对吧？这个是跟速度、跟距离其实都没关系。再往后啊，说一个不成熟的年轻车企把一个不成熟的产品卖给了一群驾驶技术不成熟的年轻客户啊。那么，特斯拉开始造车的时候是成熟车企吗？福特开始造车的时候是成熟车企吗？还是奔驰开始造车的时候是成熟车企？对吧？他们造的第一款车都是成熟产品吗？对吧？然后他们造的第一款车的这个事故率是什么样的？对吧？这种人号称自己很客观啊，我真不知道他们脑子怎么想的。
还有啊，说最重要的核心不是智驾，最重要的是爆燃，电动车爆燃的速度和概率才是最值得关心的，不要避重就轻。爆燃呢，我觉得算是一个形容词了，因为它这个车呢，至少在有人去救援的时候，它的后车门是没有着火的，整个车的后排都没有着火，对吧？还是把人救出来了，然后还送去了医院。而且从最后整个车烧的情况来看，大家也看到这个照片了啊，它整个的后轮框是完整的，后轮毂、后轮框都是完整的，没有烧，对吧？这个很神奇。你按道理说，如果整个的电池在燃烧的话，那么它整个的后轮框应该给你烧掉，烧的黢黑黢黑的，它那个跟新的似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新换了一个还是怎么着，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有人给这种车新换后轮框吧？这个，所以这个车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燃烧？我们呢不要去看新闻报道里边的形容词啊，要看剩下的这个车是什么样的。特斯拉通常出事儿很快就没戏，因为日志调出来，这个责任在谁啊，一下子就堵住了。小米这不也一下子就堵住了吗？特斯拉其实前面也是很多人告什么刹车失灵啊，折腾很长时间。这个而且怎么说呢，就是所有处理这种事故啊，车厂自己都是不允许直接公布结果的啊。你说我这个都搞得很清楚啊，没有任何问题，我就直接公布，这事儿不行的。你必须是把这些东西给警察，由警察去公布，他们整个把这些证据汇集在一起以后公布。你不能说特斯拉我有全套数据，或者小米我有全套数据，我自己去公布了，然后警察你敢冤枉我，这事不行。没有这个啊，都是要通通交给交管部门，他们去通核考虑以后，然后再去分责任。这个还有说老范啊，我就开的小米 Max 啊，很好开。你买回来以后，谨慎使用他们的智能驾驶。我也体验过理想和问界特斯拉的啊，小米智驾目前不及格。我的有激光雷达，它躲装都困难。打分的话，我给小米打不及格啊，理想68，华为71，特斯拉解决好交规问题的话，可以打85。我觉得这个给这个各个车的智驾打分这件事儿呢，我基本上认可啊，就是特斯拉肯定是最好的。华为呢，在国内里头确实是做的最好的，理想做的还不错，其实小鹏的也还行。小米在这块呢还在奋起直追。其实小米做了这么多年手机啊，它的手机操作系统都不行，对吧？就是在华为被禁之前，华为的手机操作系统就是安卓系统，就是它自己，因为国内的安卓系统都是魔改的嘛，华为那是改的最好的，对吧？小米在这块还是要有挺大差距的啊，直到最后都是有挺大差距的啊。小米在软件这块呢，一直就没那么行啊。在这种极端 case 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特斯拉可能处理得更好，因为特斯拉在找路的能力上比其他智驾要更强一些，尤其在没有地图的路段或者地图有插座的路段，特斯拉经常脱离地图，凭借自身的路线能力驾驶。这个问题呢，我问过特斯拉的销售啊，因为我去试驾特斯拉的时候去跟他们探讨过。我说如果我开着一个车啊，这个车我已经接管了，啊，在这个时候我要故意去撞路牙子或者故意去撞车的话，特斯拉能够制止我吗？他说不行啊，这个我们是不允许的。如果你故意要去撞的话，那特斯拉只能让你去撞。后来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既然有这么好的智驾系统，这么好的安全系统，我接管了以后，然后我这个时候马上要撞上了，你为什么不可以给我刹车呢？他说：“我们首先还是要尊重人的主观意识啊，你要万一自己就想自杀呢，我们还是得尊重你，对吧？这个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替你做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有的智驾的逻辑都是这样，只要接管了，智驾就没有办法再去干预你了啊。这个因为你一旦接管了以后，他在干预的这个出错的可能性会更大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样极端的案例下，如果始终不接管，比如说这个人他最后也没接管，那可能特斯拉能让他活下来。小米呢，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人还是接管了。如果都接管了，这个特斯拉也接管了，然后小米也接管了，
同样是做类似这样的操作，打20度直接奔中间这个道栏撞过去，特斯拉拿他也没招啊，一样会让他去死啊，这个也就是如此的一个情况。然后啊，要纠正老范一个错误 ，AEB 误触发的风险在追尾而不是侧翻，特别是高速误触发时，通常横向加速度很小，几乎不可能侧翻，但对于后车来说，有很大的几率追尾。这个事儿呢，其实在这个里头有2个点啊，大家要去思考一下，就是当你 AEB 误触的时候啊，是不是会带来这个人员的误操作？比如说这个时候再去拉方向盘，就是在这种比如说，你 AEB 误触了，突然开始急刹，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去动方向盘的话，其实是没事儿的，它确实是正着往前走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在 AEB 误触的时候，人慌了去拉一把方向盘的话，那个你不侧翻等什么呢？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 AEB 误触是非常危险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在去跟我讲说，高速上是不能随便开远光的啊。反正这个因为我自己的交规也学的不是那么熟练啊，我印象里远光主要就是在高速上使的。高速上关闭远光可能唯一的就是你前头跟车跟得很近的时候，你要关闭远光，对吧？这个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前头没有什么车的话，一般都是开着远光驾驶，因为你可以看得比较远，而且高速上是没有灯光的。而且呢，高速中间是有隔离带的啊，就是你开着远光不会照到对面的车，啊，一般都是这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好，我们继续啊，这个点赞啊，点赞点赞。基本躺着开还能那么快反应刹车，听起来像特技驾驶啊，这个也不叫反应那么快刹车吧，你最后没踩死啊，就踩个30%，对吧？所以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就是你确实踩着了。老范，你对土拨鼠对小米苏七事件的评论有什么看法？我没太注意他的评论是什么啊，他可能觉得这个应该让这个车更安全一些，但是怎么说呢？他是做航天的，做火箭的，啊，对于火箭的这种安全性的设计跟汽车的安全性设计是不一样的，有些方面汽车要求更高，有些方面的火箭要求更高啊，但是还是会有差异。你就不要纠结车的事儿了，人总是为了自己的认知买单啊。对，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开着车，他非要撞到墙上，然后呢，你说，哎，我这个人车撞墙上了，然后我们来怪车不好，对吧？这一帮大聪明们就在这儿想，哎，这个买小米就怎么样了，买电动车就怎么样了，买这个自动驾驶车怎么样了？就是所有自动驾驶车它都一样，就是你只要人为接管了，对吧？你想怎么死，他不管你，对吧？他无权干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注意身体，好像今天有点腹泻啊，那小心吧。普天同庆脱钩了，美国要把中国股票踢出交易所，哎，有吗？我这个还没看到啊，这个等我回头去研究一下。你是哥哥还是妹妹？这什么意思？总算可以不用硬撑着看直播了，这是怎么了？到了一个是国内了吗？来了来了，欢迎啊！这个极客的智驾好像最近20多天前出事儿了，3个人烧伤，其中一个 ICU，100万治疗费，极客撒手不管了。受害人家人这几天微博上发声的，你看都没闹出动静来，对吧？这个反正极客是不会出来回应的啊。那么这个，你们就算认为雷军回应是一种虚伪吧，啊，我觉得宁肯去买一个老大愿意出来回应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愿意回应的车企吧。老范的成熟车企解释有点副作用，不谈剂量。福特不是成熟车企的时候，车速没这么快。与时俱进，现在是不成熟车企推出的速度更快的车。啊，那按你说法这个特斯拉出来的时候，那个车速是这么快的，还是这么慢的？那还是说现在任何人就不可以做新车企了？
啊，开始加除你的逻辑在哪儿呢？可以讲讲关税吗？关税我觉得还没落地啊，就是最终呢，还是要进入一个稳态以后再讲。如果进不了稳态呢，没准儿到周末的时候会员节目里讲一讲；如果进了稳态呢，咱们可以在公众节目里讲啊，大概也就是如此了。我觉得可能还要再拉扯一段时间。我开车好多年了啊，晚上开车都是很集中精力的，真想不通有些人晚上开车敢用智能驾驶。这个啊，其实不是想不通的问题，就是当给你一个这个智能功能或者半智能功能，大部分时候，比如80%的时候都靠谱的时候，这个人是有惰性的，人性如此，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就我也是这样，就是你给我了一个这样半自动的功能，然后大部分时候还好使。你对于我来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经常被 AI 系统坑，对吧？问 AI 各种事情，然后他就给我胡编一通，然后我就出来说了，还一本正经的当真的说了，对吧？就被 AI 坑了。这种事儿其实我干过几次。他如果每次都特不靠谱呢，我也不会被骗，对吧？他就是大部分时候靠谱，然后呢，可能有个10%、15%的机会不靠谱，这就很危险。我现在呢，基本上查资料都是3个 AI 都开着啊，Grok 就是XAI 的 Grok，然后 Gemini 2.5 Pro，还有这个豆包3个都开着，然后同一个问题，我先编辑好很长的这个问题以后，然后呢3个都轮流问一遍，然后再把这个中间有差异的地方呢再去询问一下，才能得到一个说，哎，可能这个结果是可用的啊，大概是这么使。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像我这么干活对吧？绝大部分人说，哎，看着差不多哎，咱们就用下去吧。大概大部分人是这么干活的。又赶上一波，对，每周三晚上都有直播啊，难得赶上老范没时差直播啊，这看来也是溜到国内了。现代的汽车其实很多接管的了，例如 ABS 就是在接管刹车抱死，对，这个 ABS 是接管，但是智能系统是不接管的啊，就是你真的要去接管，就是人接管了以后，你真的要去撞车的时候，他就让你撞。后来那特斯拉那个销售还跟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好像是美国有些城市开始用 Model X 去做警车了。这个因为原来的警车都是叫什么了？就是像我那个车，就是那个福特的探险者都是警车。说现在开始有人换特斯拉 Model X。他说那警察你要开着车去撞歹徒的时候，我不能不让他撞，对吧？我还是得让他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搞汽车的老范说涂老师不是搞汽车的，哎，这个大家都不是搞汽车的，我们都是以各自的出发点去说嘛。这我也没说我是搞汽车的，对吧？他也不是搞汽车的，对吧？也就如此了。你是不是搞汽车的，我不知道啊，也就这样。中国商务部刚发布了那个什么对等反制，中国对美国商品关税达到84%，那就84%呗，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到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平时听播客嘛，不怎么听，怎么看待播客行业的发展？不赚钱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播客是一个很难赚钱的行业。踢出交易所还不是真消息，好吧，我还没有去核实啊，这个等我去看一看。因为像美国的话，咱们就坐这儿说吧，就是你如果真把它踢出交易所，那么已经买了股票的这些股民他会起诉你的，他不像咱们似的可以一声令下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他美国政府也怕告啊，想不通啊就回国生活，相信你一定会想通的啊，这个好吧。有点货比三家了，这个但是你货比三家以后依然会出错啊，你这个没有办法。为啥没有老黄都极力为什么没用老黄都极力推荐的 Perplexity？我也用了啊，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 Perplexity，特别是挂了 DeepSeek 以后的那个结果，越来越不靠谱了。啊，这个所以后来就不怎么用了啊，这个我能比3家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这个比4家的话，实在有点太累了。你像 OpenAI，其实我现在用的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雷老板是金山软件出身，为啥小米软件不行？金山软件其实也不行啊，这个咱们就这么讲，就是金山软件从软件行业来说做的也一般。提前1-2秒退出智驾让人接管是不是甩锅？它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提前1-2秒退出了，然后我就正的撞到正前方了，啊，那你确实是甩锅。但是你甭管提前10秒、20秒退出了，然后我在接手1-2秒钟之内就直接把车开在马路牙子上了，这事儿跟智驾退出有什么关系没有啊？对吧？当你接管了以后，他想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他是退出2秒以后发生事故，但是呢，并不是退出2秒就没有时间去拐弯了，没有时间去按照正常的速度去刹车了。他如果当时直接踩死了，他能刹住的，对吧？他只是接手了以后直接误操作撞在侧边了，那这个事儿跟退出的时间是没关系的啊。我的逻辑是，都是不成熟车企推出的汽车的成熟度并不一样。小米的智驾训练数据不够多，特斯拉推出的时候训练程度要高很多。这次小米大概率就是在远处没有识别的障碍，或者识别了没能智能决策。我觉得这样，特斯拉呢，它的 FSD 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它也是玩了10几年才玩成现在这样的。特斯拉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没那么成熟。特斯拉的车也是撞到这个，我记得那是哪一年？2013年吧。特斯拉的车正的撞到那个集装箱卡车上，对吧？然后说对不起，我没认出来，对吧？都是一样的东西，这个怎么到特斯拉那儿就没事了啊？到小米这儿就不成熟了？你是不是有点太双标了，卡尔加叔？对吧？小米呢也从来没有说它的这个智能驾驶就有多成熟，也一直告诉大家要小心，要谨慎使用。但是呢，我觉得在这点上小米是有责任的啊，我从来没有说把小米责任推干净这事儿。就是现在智能驾驶这种形式本身，它是有点反人性的啊，因为它大部分时候靠谱。那么人的惰性上来以后呢，他就容易过度信任这个事情。就是我在讲这个视频，反复都在说这件事儿，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努力的去这个小心就好了，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命啊，这个没有办法。来了点赞啊，这个是塔主，看来是没来啊，这个是塔主，人家也很忙的。这是什么东西？只有大嘴说能睡回家，是的。就是你像特斯拉，其实很早就在美国有人拍到在上面开车睡觉的，就是远远没有达到现在这个 FSD 能力的时候，就有挺多人在车上睡觉，对吧？这个很危险的。但是特斯拉是这样，就是说，当他搞不定的时候，他会升开，啊，这个是特斯拉要干的事情。你比如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案例，呃，特斯拉当时规定的是在封闭道路，然后多少英里以下时速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呢，它就是离开了那个封闭道路，到了开放道路了，它并没有退出，然后因为人睡着了嘛，它就自己升开，然后到那儿就直接撞上了。是不是没开远光灯？22点高速不开远光灯，但是高速到底能不能开远光灯？好多人都说高速不能开远光灯，因为我一直印象里高速是能开的啊。这个大家是不是去讲一讲？这个没办法，很多这个什么 case 只能靠经验判断。是这个，我觉得到谁手里都有可能会出事儿。太双标了，和退出时间大有关系了。退出时间太晚，一般人其实已经很难正确接管了。那么他现在呢，我们没有看到图啊，就是他现在退出这个位置，到最后拐弯那个地方到底有多远，其实没人知道，对吧？而且2秒钟，这个车行驶的距离有50多米，而这辆车从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只需要30多米，对吧？所以它完完全全是可以停下来的。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什么叫早，什么叫晚？
啊，你双标一个，我双标一个。他在一个完全能停下来的距离，自己把车开到马路牙子上了，然后你觉得他退出太早了，太晚了。不出事儿的是智能驾驶，出事儿的就是人祸。那那他怎么办呢？对吧？你智能驾驶起作用的时候出事儿了，那是智能驾驶的祸。你已经接管了，那么智能驾驶是不能再干预你了，对吧？那就只能是人祸了，这没办法。大嘴说的没毛病，是睡，这个他不负责叫醒，这就没法说了。咱俩差不多啊，我是用5家 AI 联合认证。这个 Cloud 我现在因为 Cloud 特别麻烦，就是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Cloud 家的账号，就我的 Cloud 都是通过 API 使的。这个 DeepSeek 我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因为 DeepSeek 这个幻觉实在太厉害了，受不了了。在这块儿上我觉得，怎么来着？就是这个，呃，就是 DeepSeek 本身的搜索的内容质量不是特别高啊，而且 R1的幻觉率太高。这个土拨鼠说的比较中肯，有点搅浑水啊。那你觉得什么叫中肯？啊，你不要拿别人的名字来说啊，你说你觉得哪段需要中肯？啊，你不要这个什么上来啊，我觉得谁谁谁好。封闭道路是指什么样的道路？有自己一辆，只有自己一辆车啊？不是，封闭道路呢，就是高速公路啊，就是它是没有交叉路口，没有这个拐弯，没有信号灯的，啊，这种叫封闭道路。双标在于啊，目前特斯拉对这种修路的情况很少误判，但是小米误判了。小米也没误判啊，小米发现自己不行，它退出了呀，对吧？这怎么叫误判呢？如果小米智驾啊没有退出的情况下直接撞上去了，那这个事儿是小米错了，对吧？特斯拉觉得自己能搞定，然后自己开过去了，特斯拉没毛病，对吧？小米觉得自己能开过去，然后也不退出，直接开过去了，也没毛病。对吧？小米说：“哎，这事儿我开不过去了，您得接手，对吧？”小姑娘接手了，然后自己没开过去，那这个事儿跟小米哪儿误判了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双标？有路灯和进隧道关掉远光啊，还有车距小于100米要关远光啊，这个要感谢啊，因为我对于在高速上怎么关远光这个事儿，其实，一直不是特别理解。其实我开高速开的少，我大部分是在城里头开。就是我是不怎么开远光的啊，开远光都是属于很不礼貌的一种方法。但是呢，我确实上高速就直接远光开回家去，一直开到收费站。我觉得你好好钻研家厨就行了啊，争取在家，这个倒没必要。每个人呢有他自己的想法啊，这个你有什么看法，你可以说，就像我有看法，我也可以说，对吧？这个我也不是搞汽车专业的，也不是搞智能驾驶专业的啊，但是我有想法，我愿意说，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呃，你比如说这个，你觉得特斯拉厉害，那没毛病啊。特斯拉但是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只要前面有车就要关掉远光，不然前车就看不到后车了啊。是，这个还是我觉得100米那个是比较合理的啊，就是距离100米以内，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大家都转移视线了啊，这件事情不是应该政府这个，哎，政府就算了啊，这个政府这个事儿咱就不跟他费劲了。继续双标嘴硬啊，当时的提前2秒钟退出，明显不满足安全驾驶3秒钟刹车距离的规定，而且3秒是前面有同速车的时候，这不是固定的故障。我觉得你又双标了啊，这个卡尔加处，他前面呢并没有撞到正前方的路障，他是自己把车开到侧面了。对吧？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提前100秒退出，我愿意在1秒钟之内把车开到侧面，那你说算早算晚啊？对吧？你要搞清楚这个到底呀，对吧？你不能搞不清楚在这胡搅蛮缠啊。它并不是说前面有一东西搁这儿了，然后我2秒钟退出，然后来不及刹车，我这撞上了，对吧？它是退出了以后，一把这车拐到这个中间马路牙子上去了。这个你要搞清楚再出来怼，是吧？说明白了事儿。等你遥遥领先了啊，这个倒不一定。这个我觉得你事情没有搞清楚呢，你就在这儿说，对吧？这个没有意义，这事儿啊，双标挺正常的，对，这个都是这样。
这个高速上晚间行驶可以开远光，如果前面没有其他行驶车辆，没有隔离带的高速上也可以开远光。如果对面没有行驶车辆的话，反正国内的高速对面都这个中间都是有隔离带的，就是有那个竖着那小片儿啊，这个都是有。我美国的高速我是没怎么开过，也开过，但是不多。但是没素质的司机还是有一些开高速时对向车道有大车就一直开着远光。呃，这么说吧，我家厨和汽车都比你知道的，不要太多啊！你好厉害，你是世界上全知全能的家厨，行了吧？开心了吧？前面几个人说了大嘴是谁啊？余承东于大嘴啊，进口药啊，以后是不是更贵更少了？不知道啊，这个哎，今天我看到说美国给中国的产品加税，但是药品没加，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这个信息我没核实啊，好像是药品还有几样东西没加。那你说天天讲这个叫什么芬太尼，你干脆给药品加上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不就没有这事儿了吗？所以我就搞不懂啊。今晚炒小米车水不水啊？哎，这个怎么说呢？就今天的好多评论都是小米的，因为小米车这个几期节目吧，最后都是被反复的去提啊，而且一堆人上来啊，你怎么双标啊？你怎么这个什么拿了小米的钱了呀？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因为小米是这个什么，你买车了，然后怎么着了？这个就没法整了啊。车提了没有啊？这个还没有。这个小米的人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你这个车呢，应该是五一前后，五一大概是5月几号提车。但是呢，这个小米的这个预期的发布会到那时候可能开不了，或者是开了以后不能接受预定。”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有什么办法？他说可以这样，等到提车的时候呢，让我交全款，就是把现在这个车的全款交掉，然后呢，可以再等一个月。然后再等了一个月以后呢，如果预期开始接受预定，他就给我转单，啊，如果不接受预定呢，我自己来决定是提车还是退钱。但是退钱呢，是我只能退余款，就是前面压的5000块钱给他呢，就是退不了了，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也只能再接着等了。对，这个，哎，这个我觉得他觉得自己好厉害，那就好厉害呗，我们就承认他不就好了吗？自己好厉害，对。关税到84了，那就84呗。封闭道路可以开远光的啊，大胆开，我拉里灯都开着啊，拉力灯啊，好吧。但是有的时候是这个比较吓人，特别是像我原来在北京，比如说一些比较远郊区县开车的时候，它那个大车是很吓人的啊，就是大卡车，因为它呢就算不开远光，但是它灯光很高，对吧？你在前头开车，你啥也看不见。所以我们比如说晚上在这个京郊道路上啊，这个有大车的时候开车，我们就直接把反光镜掰了，要不然你就啥也开不了。药品准备加啊，好吧，我觉得给药品加是挺好的。开远光的地方多数是比较郊区的地方，是这个还是看需求吧。今天大家火气都有点大，是不是被股市搞得心情很烦啊？这个应该是。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文章，说这两天大厂员工都没心思上班，为什么？因为大厂员工都炒股。根据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及安全驾驶准则，远光灯的使用是需要遵循以下规则。适合开启远光灯的场景：一、无照明或照明严重不足的道路，当车辆行驶在没有路灯、照明设施损坏或光线极暗的路段，如远郊区县、乡村道路、未照明的高速公路等等。注意，高速公路虽通常没有照明，但部分偏远或山区是可能是照明不足，此时可以使用远光灯啊。同向行驶且前车距离大于150米啊，对向无来车的时候，无来车情况的会车时啊，好吧，这个算是比较完整的了。事故完成调查了吗？责任定性了吗？
都没有吧？不过也没关系了，肯定有国外华人对中国人产品的有歧视性意见啊。对，是这样的。当时的车速是多少啊？2秒，正常反应还是人的下意识反应，正常刹车标准是65公里每小时。当时呢，其实他那个整个报告里有一点我没看懂啊，就是他一开始是114好像是116，116，一开始116，然后呢1秒钟呢到了94，就是他最后发生碰撞的时候94。但是这个呢，应该是车主自己刹车刹的啊，应该不是 AEB 在起作用。拉玛四中文是真烂啊，越南语和泰语都支持，但是，估计现在社区，没人再去微调一个中文版本了。109B 你咋调啊？那玩意儿没法调。原来大家调来调去，也就是能够调7B、14B，或者是撑死有人敢调70B 的啊，没有人敢去调那个109B，你是没法调那东西的，那个没法整。啊，而且这个越南语、泰语这个事儿呢，你也是知道它支持了，但是具体支持的好不好，咱们其实不知道，因为咱们自己不懂这个玩意儿，对吧？中文我看很多报道说还可以，我自己试了一下，应该还能使。呃，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它很差呀？这个我觉得还凑合吧。这个双标问题在于，如果是一条直路没情况，小米干啥退出？前方修路了，小米没有提前足够，这个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提前呢？对吧？他前面这个最后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最后撞车的距离离前面这个弯路到底差多远呗，对吧？那么你只有说，哎，我撞到前边了，这个事儿才叫时间不够，对吧？你如果是撞到侧面了，你提前多少都白费。你听懂了没有？这个，你如果是前面特别近了啊，那再说。但是人呢，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突然提醒，首先一激灵，对吧？这没毛病吧？这个第二呢，如果你发现旁边有一堆的追桶离你很近的时候呢，确实容易紧张啊。咱们只是说这个有概率，这也没毛病吧？啊，那你说我前面比如说还剩着1公里，对吧？然后我就直接1秒钟撞到侧面了，那你说这个事儿算是提前了还是不提前？对吧？这事儿你能说明白了不？美对中出口服务以及高技术实验产品占大头，但是东方赌短期，而且美方特朗普选举就剩3年了，不是3年，我应该是明年中期选举吧？他就是1年啊，他还有个中期选举呢，赌的是短期半年内美国国内的生活压力、体感压力之后再谈啊，各退一步。现在问题是这样，就是他没法谈这事儿，对吧？就是特朗普说我等你给我打电话，这个中国说我就不给你打电话，对吧？你敢给我加，我就给你加回去，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呃，这事儿他就没法整，那他就加呗，最后你给我加1000，我给你加2000，那大家甭做这生意，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我个人感受是，美国人都习惯智能车灯，让车自适应环境，自动切换。哎，有这种东西吗？这个车可以自动切远光、近光，这有这种，反正我的车上都没有这种东西。美国交规不是白天开灯吧？加拿大交规是白天开灯，因为我去加拿大，他们就是只要车打着了，那个灯就至少是大灯是要开的。美国的交规我记得不是这样的呀。因为我在美国开过车，它那个灯是需要自己开的，或者叫自动。像我现在的车上也有自动灯，就是它到晚上会开，但是远光、近光好像没听说谁的车是自动适应的啊，我这个不知道。奔驰不是有 L3了吗？好像也是测试啊，这个不太确定。本来想换 XC60，最近，呃，看新款 Model P，没有 Model P 吧？怎么是 Model P 呢？Model S 吧？
还是 Model Y 啊？没有 P 啊。现代汽车的反光镜都有夜间减弱反光的功能啊，机械的和电子的方式。它是贴了个膜吧，我记得是。反正有些是有这种东西的啊，这个但是具体原理我不知道，确实是有这个叫我记得原来我们买过那种东西叫防眩光反光镜。呃，这个是有的。然后其实有些防眩光反光镜是那样的，就是它是个凸面镜，就是我记得我是，呃，上一辆车吧，就是那个我的雪铁龙 C5，不是上上辆车，就是我的富康是买了那么个镜子，就是它是这个凸面镜，就是当你有就是两个侧面的那个，就是两边的那个反光镜是凸面镜，就是当有大灯照得上它以后呢，它就不会照到你脸上。然后那个正面的那个就是车里边那个反光镜是没有这功能的。啊，但是凸面镜有一个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评估车距的时候不准确啊，因为它会把别人的车变小。雷军的个人形象营销今年推得很厉害，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企业家做个人形象真的是双刃剑。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了，他最后还是可以，度过这一关的，而且度过了以后的话，还是会变成一个好事儿的。大国华人往往对国外产品有歧视，没有啊。你像我现在开着美国车，原来开着法国车，对吧？然后用着 iPhone，iPhone 倒是中国产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办法。还用着苹果电脑啊，苹果电脑好像也是中国产的，这个那就没办法了，对吧？这个，但是我的福特是美国进口的啊，原装进口的。下一辆就没办法了，下一辆是国产的。我还是挺喜欢用美国车的。做不做都一样啊，这个钟闪闪也莫名其妙被搞。哎，这个还好吧。这两天和同事说话都客客气气的，对，这两天大家都在亏钱啊，我肯定也在亏钱。农夫山泉那个事儿莫名其妙，纯粹是反制，哎，这个智商不够的人很多的。老范最起码还看了报告了，很多人都是看了新闻加上自己的认知。对啊，上来就是两个人被活活烧死了，其他都别提。我那下头一堆评论都是这个，啊，我今儿看了一天这个啊，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说这事儿都觉得挺生气的。你今天晚上双标干上了，对啊，这个，哎，认真吧，没事儿。这事儿很容易说明白，土拨鼠和我的观点很相似啊。那你觉得，我离800米还是离1000米退出算近还是算早还是怎么着，对吧？只要说退出了，撞到墙上了，就都算退晚了，对吧？然后这就是你的理工科的思维，对吧？你的理工科思维就这点儿。实在是闷了啊，这个带上你的这个什么到靶场去发泄一下啊，这个倒没什么。应该怎么处理？刹车踩到底不打方向。反正在这种时候呢，方向还是要小心的啊。我20度有多少呢？比如说这是这样的啊20度大概有这么多吧，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啊20度。你在100多公里每小时的时候打20度，也挺吓人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撞上了以后还又打了1度，但是我觉得撞上了以后那1度有可能是自己带偏了啊，大概就如此了。NOA 是辅助驾驶，不是完全自动。对啊，是这样的呀。一直都是如此的。有。奔驰上路的是 L2，它那奔驰 L3到底是哪款？我现在也搞不太清楚。智驾从提示退出到退出给了多长时间？它不叫提示退出到退出啊，它是提示你要退出，然后呢是到接管。这个不是说智驾退不退出，你只要不接管，它是一直在起作用的，对吧？这个包括特斯拉也是这样，就是它也会提示你说我要退出，但是你如果不退出的话，就是我就不接管，我始终就睡觉，它也会接着往前开，它也不会说直接给你撞上。对吧？那么这个当然特斯拉前来撞过啊，前两天这个，
问界也撞了一个，问界我忘了是在哪儿撞的，可能也是在就是小米这事儿之后又撞了一个，大概也是死了2、3个人，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对吧？就是经常有不退出，然后就升撞的啊，这个事情呢，就属于智驾没玩明白。有啊，高低自动切换啊，这我还真没见过。嗯5000亿的逆差而已，不做了。反正美国承受高物价，中国承受失业潮，这些厂里的工人失业了，在国内的今年的注意安全哈，这个，哎，这个跟他们没什么太大关系。特斯拉的远近光都可以自动切换，哎，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因为我去试驾特斯拉的时候是白天，对吧？一般那个商场的那个就是特斯拉 4S 店试驾都是白天，他晚上不让你去试驾。这个 L3以后违章了，是不是都是车厂交钱？是的，这个 L3出了事故，车厂是要承担责任的。北方国家一般白天开灯，美国不是。不过我们自己安全驾驶白天也自觉开灯，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在美国是租过车，就是在旧金山租过车，但是它没有这种要求。反正加拿大是你确实开车上路就是开灯的。这几天在编程方面高强度用了一阵子 Llama 4，很容易中英切换。你不要在编程上使这个东西，编程最烂了。中文指令遵从也不行，时不时还 emoji，而且容易比较啰嗦。Llama 4我是测试了几下就直接放弃了，没有大规模使用。现在是有一个挺奇怪的模型啊，叫做什么呢？我看看啊，它反正最近有一个特别怪的模型叫，等我看一眼，叫 Quasar，叫 Quasar Alpha。现在这东西出来了，然后效果奇好，不知道谁做的。现在这个它的很多效果比这个 Cloud 3.5效果还好，甚至可能有些部分达到 Cloud 3.7的水平。然后呢，这个现在大家在猜是不是 OpenAI 出的，就 OpenAI 直接开源了一个模型扔出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在猜这个，如果你是用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Client 或者是 Rule Code 的这种东西，你可以把这个叫 Cosa Alpha 挂上试试啊。我自己也没试呢，只是最近有传闻啊，说这个东西的效果奇好。L3啊，这是讲的哪段？同感，美国的车底盘是真的好。这个美国车底盘，反正我现在这车还可以啊。其实交通事故致死或毫发无损都是概率问题，所以3人死亡和从山上滚下来没事儿都是正常交通事故，不太关车辆质量或者辅助驾驶的问题。小米汽车的问题是之前有几次事故人没事儿发抖音被米粉转发，这个确实是有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呃，肯定是误导，就是整个的 NOA，然后包括小米安全性这个事儿呢，一定是有误导在里头。但是这个误导呢，你说到底算是小米官方默认的，咱就当它默认的吧，对吧？这样可以把车卖得很好，对吧？这个我觉得它这块儿还是小米做的有问题的。就是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儿呢，小米这个叫做一点责任没有啊。我觉得小米的责任呢，主要是有3个啊。第一个，NOA 的宣传还是超过事实能力了啊，这个是我认为小米的第一个责任。第二个是这个车呢，没有办法从外面开门啊，这个还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让很多人觉得小米撞了没事儿，啊，这3件事上呢是小米做的不对的，对吧？这个你看我要说这个，小米的钱肯定给不了了吧？这个 Model Y 啊，对，这我觉得 Model Y 还是可以的。
日本这边的车有可以自动调节远光灯和近光灯的车，标准是天黑情况下反向车道没有车，自动切换远光灯，有车过来变成近光灯。哎，到底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你们跟我说一下，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奇的。这个塔主没来还失落了，哎，别失落，你看今儿好多人没来呢。这个鸡蛋灌饼也没来吧？你说它的速度是100多公里，这速度在国内高速不算超速，国内高速是120超速。但是呢，它前面，就是它肯定是小米应该是看到这个道路改变的一个状态了啊，应该是有限速标，小米应该是按限速标先减速，这个事儿它也没做。反正小米 NOA 确实比较烂吧，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承认吧。老汽车是手工防眩，晚上开车可以把反光镜掰一下角度，不直接照眼睛。新汽车是晚上自动会减弱反光，有的是会把车灯反光，这个调成一种柔和的色彩，那就是它镀膜吗？还是什么？这个我就真不太了解了。这100公里运动模式，方向盘20度，这个弯很大，运动模式没有虚位。这个我没注意它有没有运动模式啊，这个应该不会的，因为它开完 NOA 应该不会运动模式吧？但是100公里每小时20度的话，确实是挺吓人的。大众车就有后视镜防眩光，自动、手动都有，但是质量烂，油膜夹层玻璃啊，没多久就开胶漏油了啊，漏油，这个我没法想象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自动远光、近光我都用了2年了啊！你什么车你不说？睡着了晚上，沙发没了。对，你看来晚了吧？这个这里不是说超速吧？小米退出已经不够3秒安全距离了。哎，你咋还没搞明白呢？它并不是说退出了以后2秒就撞到前边了，对吧？它是退出了以后，自己小姑娘把这车开到侧面马路牙子上了，它离前面那个距离还有距离呢。你搞明白了没有？对，卡尔加厨，你先回答我一个什么事儿吧？我比较关心的事儿，美国人现在到底是不是在超市抢购啊？你们超市里东西涨价了没有？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华为大多可以自动远近光啊，这还没怎么宣传，回头没研究过这个啊。特朗普这么一搞，给某政权又续了波命啊，这个我倒不信。我觉得你可以开个频道讲讲家厨那些啊，不，他开了有，确实，呃，他反正不太愿意露脸啊，这个Corsa Alpha，对，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啊。这个据说好厉害，好厉害，但是我没试。美国不是强制白天开灯，我是自己为了安全开啊，这个也可以。欧洲很多国家，打火就自动开灯啊，想不开都不行。我没去过，我欧洲就去过法国，其他国家没去过，所以法国是没有这种要求的啊。我可能你说的是北欧的国家，反正当时我去加拿大，我说你们为什么大白天都开个灯？他说是因为可能下雪，就是它白天就是冬天有好长时间都是下雪，然后路面都有雪，你不开灯呢，容易被人看不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你所有出口到加拿大的车，必须要把那个灯的开关做成这个打火就着。美国交规只规定能见度低和夜间必须开灯，但是大家默认白天也自动开灯，就跟不随便鸣笛一样约定俗成。啊，是这样吗？那我是不是到了美国，这个没有开灯上街，人家一眼就认出我是外地人来了？这个不太好啊，下次我去了我也开。Corsa 难道不是 OpenRouter 出的吗？我觉得不像啊，这个 OpenRouter 应该没有这个能力吧？我有频道，对，它是有频道的，这个关注一下，对，是不是要进入新冷战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插个话题，车底盘这个得看车从哪儿来。如果美国东北的车的话，一般底盘和
轮框都腐蚀的很厉害，因为总下雪撒盐，是吗？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件事儿我不懂了。现在大多数车有自动远近光，2019款的比亚迪宋都有，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现在编程是用 Cloud 3.7，效果很不错。现在有人说，Gemini 2.5 Pro 的效果要比 Cloud 3.7好，啊，然后那个前面那个 Corsa Alpha 据说也比 Cloud 3.7好，你可以试试啊。这个，因为我最近实在是没什么心情写程序，我其实不是在讨论谁的事故责任，我是说小米智驾水平不够水准。对呀，我也一直在说小米智驾水准不够啊，对吧？我也没说小米智驾水准就够啊，对吧？你就算特斯拉智驾，你到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人员接管了，那你要撞墙，那这事拦不住啊，对吧？刚才我给你讲了这事儿了，我从来没说小米智驾水平高啊。我的车自动切换，Lexus 啊，Lexus 还是很贵的车嘞。什么车啊？比如我开的是丰田，啊，丰田锐志也开始有这种功能了。5年前的车啊，高低自动切。哎，啊，我没开过 X5，我是开过 BMW 的 i3啊，那个车好像是没有这种功能的。BMW 就那个驻车自动熄火还是挺好玩的，啊，其他的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至于抢购一事，我相信美国人是理性的，好吧？你刚说的那个产品的名字能打在聊天窗口里吗？刚才有人打了啊，就是那个 Corsa Alpha 嘛，好像我刚才看到啊，这个有人打了，就是这个，你去试试去吧，在 OpenRouter 的那个里边去找啊，它里头有一个叫 Corsa Alpha 的自动远近光，应该不算新鲜的高档功能了。反正我那个车是没有啊，这个，所以我一直就没用过这种东西。抢购仪式在大国更常见，还好吧，现在大家也都没有什么抢购的想法了。又赶上直播了，对，又，这是对的。我去了几次超市和家电商店去看看抢购什么啊，不过没看到抢购啊。如果加州那边华人在抢购酱油这些，我不吃惊啊，好吧？那你们那儿涨价了没有？东西有没有涨价？抢盐抢莲花清瘟啊，这个莲花清瘟那个，我觉得你发现谁抢就跟他这个保持距离就好了。这个欧洲日间灯本来就是汽车企业游说政府增加的，是吗？这个就真不知道了啊。功能越多，价格利润就高，好吧？他们不是为了多烧点油吗？这个故事不接管，可能最后也会出车祸，但不至于这么惨。这个不好说。这个因为你毕竟没有如果嘛，不接管到底怎么样，真不好说。因为小米没减速啊，就是到这个接管之前它没有减速，所以呢，如果不接管，可能也很惨，可能没准比这还惨。所以这个不能给人打这保票。很多新车白天也自动开灯啊，但是旧车没有这个功能，好吧？我在德国要强制开灯，即便是白天不开灯，被交警发现也是要罚款的。那你德国那个车是不是就是做好的？你车只要打着了就开灯呢？如果有这种规定，应该就是打着车就开灯嘛。我觉得比亚迪应该出一款电系列啊，这个比亚迪才不干这个呢。2016年的昂克赛拉运动版，昂克赛拉是什么车？就是自动远近的光灯，哎，还真有这种东西，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啊，这件事儿。这个我其实很想拍点抢购视频留着美食频道用，例如如今酱油这么贵，俺们自己建议做家庭酱油，可是找不到。酱油好像家里还是挺难做的。又互相加关税了啊！好几个 UP 主怎么不预计，只打2、3个月？好几个 UP 主怎么只预计打2、3个月？现在看呗，这个还不知道最后怎么结束呢。
好好的车啊，非要弄个古体字在上面，搞不懂是什么设计审美，哪个古体字啊？比亚迪是整古体字啊。24款塞纳也有自动远近光灯啊，24款就太新了，不过这个功能比较鸡肋，远近光基本没区别，灯光太弱，好吧，这很惨啊。美国买二手车除了常规检查车况，我们经验是东北的底盘和轮框普遍质量差一些，还有沿海路面的车，啊，那就是纽约州的车，什么加州的车，东北是哪边啊？我搞不清了啊，这个对于美国地理就不是那么熟悉了。好，我们这边还有呢啊，不能光讲这一事儿就讲完了，其实后边还有这个关于小米车的评论呢。咱们先讲这个欧盟画下最低工资红线12欧1小时这事儿。有人说了，西欧国家最低时薪也才13欧，那欧洲干脆闭门锁国就算了，对吧？这个就连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波兰、希腊、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东西也都别买了。是的，这个后来有人说了，有人纠错说保加利亚现在的时薪是6.5欧啊，我大概说的是4欧啊。这个因为我没有特别细致的去查，我只查了一个地方就填上了，因为我觉得保加利亚最低时薪到底是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个还有人说了，说相互举报是我们的专业。是的，这个如果欧洲侦查的话，这个中国各厂应该会去相互举报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还有人说了，说老范你这个信息不准确，我就在西欧上班，12欧时薪无论全职还是兼职都不高，通常来说全职高于兼职，兼职中老外经营的公司我还没听说过有低于12欧的，兼职中中国的公司，比如一些中餐馆在支付现金的情况下，最低时薪可能低于12欧，但也没听说过低于7欧的。今年最低时薪又涨到了13欧，大厂应届毕业生日薪约在200欧左右，一般公司普通毕业生普遍日薪是150欧左右。最近我给一个毕业生毕业2年多的校友推荐了一个数据兼职岗位，时薪是23欧，好吧。我觉得西欧可能还是像法国、德国这些地方的确实是高一些。但是你西班牙都未必有这数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贵的啊。反正欧洲也不是那么平均了。呃，还有人说了啊，说笑死了啊，这个规则先打死全台的半导体代工厂好不好？轮班轮成什么样子？早1小时到晚1小时左右是随时 on call，不计时数。没有吧？台湾人告诉我说，他们只要是下班时间发 Line 都算是违约，都要罚款的。台湾有这样吗？台湾不是说早就已经改得好好的了吗？这个跟我的认知不一样哎。有没有在台湾的朋友跟我讲讲，我到底是我搞错了，还是这位朋友说错了，对吧？这个我不太了解了啊。还在继续啊，说这个我们这里没涨价啊，Costco 的大国产衣裤似乎还变便宜了，感觉是大国商家感觉要加税，赶紧送了一批商品过来变现啊，这个是有可能。东北不就是 NYC 那边啊，就是纽约州是吗？主要是海风腐蚀吧。这个我对于美国的地理就没那么明白了啊。德州应该算南方是吧？去超市一圈回来还在聊车 NOA 的问题，就是探测距离不足就不能允许超过安全的时速，这个允许120是有问题的，技术不成熟的可以，这个慢慢来啊，应该做好安全，做好冗余策略，而不是效率至上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它肯定测试了大量的高速公路的路段，对吧？但是你任何人的 NOA 接了手以后，自己往桥墩子上撞，这个都拦不住你啊。
北方的车冬天路面撒盐，附上底盘轮框，沿海车也是盐分腐蚀大。这个确实如此。那20多年的朋友闹掰了，他是在国内的华川粉，支持川普所有政策，恨不得国内经济马上完蛋。我给他分析特朗普是如何破坏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的，他说反正自己一无所有，赶紧打起来都完蛋最好了。我无法接受自己的朋友圈里有这种人的存在，就直接删好友了。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反正什么样人都有吧。你像我的评论区里头，有这个粉红，也有这个知黑，什么都有，对吧？这个你还是要稍微有点包容性吧。一些时政博主认为，川普的关税如果真实行下去，破坏力会比1930年活佛还大。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不要太着急。我身边的台湾人的确是跟老范描述的差不多，对啊，他们是不加班的嘛。台湾分行业啊，以及事情内容，紧急情况、日常工作确实可以举报老板，但是后果在公司的命运自负，就是你举报完了就被干掉呗，是这意思吧？分析一下未来进出口贸易行情啊，这个不要着急，现在只是中间状态，不要着急。别扯了，我在什么上一堆的，台大、清华，只要家里有钱，就根本不去台积电的。他们自己的说是台积电是爆肝工厂，有能力的，想去做Realtek 啊，好吧。但 Realtek 现在还行吗？好像没怎么听说他们了。我不太喜欢，我不太明白喜欢川普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又不是他投的票。对呀，你像我原来觉得川普也挺好的，对吧？但是现在整成这样呢，那我们就看呗，对吧？我觉得一个人呢，没必要说我死心塌地的是米粉，死心塌地是华为粉，死心塌地是川普粉，这个呢都属于是放弃自我思考能力的一些人啊，没必要。台湾的劳工局查企业有没有确实打卡，查蛮勤快的，尤其是曾经被检举过的公司，几乎半年上门查一次。我也印象里是台湾这块有点查的挺严的，而且是过严啊。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表决通过了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的反制措施，以报复特朗普政府3月12号宣布的对欧盟征收钢铁和铝的关税。那就来呗，那怎么办呢？看看特朗普给不给人加回去，对吧？你不能说咱们独享啊，这个50%给他加回去。回来了啊，待会儿补前面了，没问题啊。这个不投票就不能喜欢了。我没买小米，可以不喜欢小米吗？可以啊，没问题的。你看我现在不买华为的车，我照样讨厌华为车；我没有买特斯拉的车，我也挺喜欢特斯拉的车的，对吧？而且我也每次都讲，我说我没买特斯拉的车，不是因为我不想买，是吧？而是买不了。赶上直播了啊，欢迎。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小米还在这个后边直播的那期又讲了一期小米，然后又被骂了一堆啊。这个讲了说，这个不懂车就别扯了，什么叫100多公里时速刹车会横滚，正常 SUV 刹车都不会，何况小米是轿车啊。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啊，就这种你急刹的情况下，如果你还打方向的话，就真的很难说了。按博主分析，雷军知道没责任的情况下才出来回复，而且还奔着坏事变好事的商业逻辑，可以看出雷总商业的无德，也看出博主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一丘之貉。那我想问问你，这个什么样的回复算是好的呢？对吧？是出了事儿以后，不管有没有责任，我先跳出来，啊，还是说出了事儿以后，这个甭管有没有责任，我都不出来。
还是说出了事儿以后，我先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出来，对吧？你自己如果遇到事儿是怎么处理的，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个给我留这样言的人啊，这个咱们看看自己啊，你比如今儿你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对吧？然后你是不是也要先想一想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儿啊？然后呢再决定如何应对，还是说我就愣啊，这个甭管怎么回事儿，我先站出来再说，对吧？这个看看每个人是不是到自己身上都可以这么做。还有人在讲说余承东只是车 BU 的头衔没有了，他还是会负责智选车业务。另外，他还是引望的副董事长啊。好吧，这个是我查资料查的不细致啊，跟大家道歉啊，是再辅正一下，就是所有人给我提供补充资料的，我都是会念一下再辅正一下。欧中日韩应该联合起来抵制川普，这个挺难的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今天是小米专题啊，也没有了。我呢，今天是在评论区里头，因为我一般是礼拜三下午呢会看一天评论啊，所以看了评论以后呢，也确实是有点火气吧。这个，所以就又讲这个事情。欧洲大约10年前就规定汽车白天必须有日间行车灯，但日间行车灯是个示宽灯啊，它并不是开大灯，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这是徐凯来了，你赶快更新视频啊，这个才赶上点赞。你看前面有人想你了，还有人说塔主咋没来呢？我想他了，对吧？这应该如何说呢？徐老师好，对啊，你看川普连发4条推文啊，都发什么了？台资大的 Realtek、华硕、联电上班比较正常啊。最近服务器Supermicro 和这个叫什么台积电啊，绝对是大家不想去的公司。如果是能力很好的，基本上去美资以及欧洲企业了。还有这样的说法，我原来听到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台湾是外省人啊，就是不太会讲台语的人呢，都会去美资和欧洲企业，因为呢是用英语沟通的。如果是本省人，他们才会去本土企业，因为他们开会是要用这个台语去开会的。我原来有一个同事叫李维啊，就是在 Boland 的公司的同事叫李维，他呢就是个外省人，就是台语呢也能说，但是呢就说快了以后可能就理解的有问题，所以就没办法，只能上美国公司上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亚深工业大学，好大学哦，什么意思？这是哪条读的？我怎么没看到啊？塔主来了，你看好多人想你的。这个我看台湾深蓝的评论员每次讲到台积电，都很自豪的说台湾工程师很能干，所以美国厂肯定不行。呃，台湾的蓝营是国民党是吧？因为我现在搞不清了，台湾好像蓝营是国民党。上一年大选，Paul Market 注重贺锦丽，还记得投票那2天的煎熬，现在终于感觉被平反了一样，谁还敢说沙雕？这个倒也没什么，对吧？观众偏左还是偏右？我的观众属于中间啊，相对来说中间，因为我的内容呢，有的时候会说这个中国商品还可以，有的时候呢就会说这个国内的很多政策很二啊，这个反正我的内容两边都有所以呢我的观众两边也都有，然后总有这个突然忍不了变成二极管就离开了也有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挺开心的一个事情。受宠若惊啊！最近准备6月回国，事情真的多啊，好吧？KMT 是什么意思？前面有人说这个是亚深工业大学啊，这个好吧，
我就没读这个词，因为不懂这个想漏过了，结果又被你这个戳中了啊，这个暴露了。非重要事情不要回，没事儿，聊就好了。啊，回国哈，没什么关系。我觉得国内现在还是要努力的吸引国外人来，对吧？现在要疯狂的填那个叫什么反税，反税窗口还是什么？我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场去退过税啊，这退税窗口，就是说以后美国人这个到这个或者外国人吧，在中国买了任何东西就直接到退税窗口去买，买了就直接减钱啊，就开始搞这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就是反正你闹呗，闹完了我就吸引你人来玩来。啊，国民党简称是 KMT，Kuomintang，这是怎么个拼法？这是哪儿的拼音？好吧，这段时间贸易战容易打急眼，这个应该也不太会啊。现在中国应该还是在很努力的在吸引人回来。塔主好，你看这个塔主，你在我这里是很有人气的。现在要疯狂拉进口了。香港昨天还是前天发了声明啊，依然维持自由港不变，不玩关税啊，这个好吧？魏玛拼音啊和 Peking 一样，好吧？这个真不会啊，这个没研究过这个玩意儿。好，继续读评论啊，这个终于把小米的过完了。有人说了啊，这个是 Midjourney V7震撼发布这条。啊，有人回复说感谢 DeepSeek 下场搅局啊，这个推动行业迭代速度，这个是真的啊。DeepSeek 下场搅局以后，整个行业的迭代速度一把就起来了，这个还是能够看到的。然后啊，还有人说他们对汉服的定义完全不靠谱，这个全部画成了绣和服，现代制造的女性婚礼服啊。这个因为我讲的是新娘子嘛，所以就给我画成这样。我觉得汉服这件事儿啊，你让 Midjourney 自己去画成非常像的这个，其实就是说可以分清楚明制的、这个宋制的、这个唐制的。其实现在在街上穿汉服没有穿唐制汉服的很少，就是一般是宋制汉服和这个明制汉服，这个挺难的。你让一个 AI 的工具能够把这玩意儿分清楚，还是挺难的。大家最近玩这个 GPT-4o 的画图，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右下角经常会有字儿啊，什么意思？就是微信的照片在发出去的时候呢，右下角会有一个字儿，就是写一个微信的符号，然后后头写谁发的。它呢，就是GPT-4o 发的好多照片，右下角都有这个微信的朋友圈的标，所以就知道它这个内容训练是从哪儿取的图片啊。Midjourney 在这块上还好，就是 GPT-4o 有时候干这个事儿，然后那个呃 X 上面的这个 Grok 画图也经常是右下角出标啊，这个就是用微信朋友圈的图做的训练。这个 Midjourney V7，还有人说对面抛砖，后面要看国产怎么隐喻了。国内的图像的大模型呢，一直都比较差。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 Stable Diffusion 开源了以后，国内的就直接用上了。然后呢，自己训练的模型呢，想去超过 Stable Diffusion 又特别费劲，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近呢，呃，字节是新出了一个啊，字节极梦3.0推出来了，效果呢，我觉得反正还凑合吧，但是距离 GPT-4o、距离这个 Midjourney 都差的还是比较远啊，应该还是在 Stable Diffusion 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调整啊，感觉还是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写字写的还不错啊，写中国字写的还可以。我记得以前有人讲过，说美国人一开源，中国就没有动力再去研究底层技术了，就没有办法说啊，我绕过开源的这些或者开放的这些技术，
啊，再接着往前走啊。当时讲的还不是开源，当时讲的是微软不认真打盗版，啊，中国软件就给毁了啊。当时讲的是这个故事。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说这事儿有逻辑吗？对吧？但它确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整个中国国内的图形图像的大模型都挺烂的，啊，没有特别好使的。好，继续。周日的吃药闲聊关税啊，当时有人去讲了，说硬刚的国家是加拿大、西欧、中国都是大政府倾向，美日越这些国家都是小政府倾向，他们表示妥协，正是一群所谓的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民族团结底层百姓的，但是背地里干着垃圾龌龊事情，企图恢复封建及权贵政治家族的组织抱在一起去抵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是如何定义的啊。这个中国呢，相对来说是大政府，日本算是小政府，但是美国、越南和西欧到底算大算小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呃，这件事儿呢，反正川普做的也确实是有点出人意料吧。其他的这些国家到底怎么去应对，我觉得我们也不用管它了，啊，跟我们关系没有那么大。台湾用拼音，李是拼成 LEE，台湾不是用那个偏旁部首吗？台湾到底是用拼音还是用那个偏旁部首？我现在搞不清了啊。这个辅助驾驶，不少人都认为是自动驾驶。我觉得车厂和媒体是故意混淆视听，是这样的。其实包括马斯克都是在故意混淆视听。疫情时那个千里迢迢去防毒的女生，现在没下文了。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是哪个故事？聊大国和漂亮国的不聊掰的，那才是铁哥们儿啊！这个你像大家聊中医都没聊掰，经常爆料苹果那个郭明奇英文名不就是 Call 啊？这个很常见啊，这个就真不太懂了。在国内的华川粉，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你像他们都叫川建国嘛，这个肯定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对吧？其实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啊，你属于另类啊，不用安慰我，这个我还是会稍微的有一点点自知之明的啊，这个很多东西，特别是英文的东西搞不清楚，理解不了，是不是可以说知识和智商不够呢？倒没必要啊，就是我觉得理解不了就是理解不了啊，不一定谁怎么样，谁对谁错。我记得看《阿凡达一》的时候，里头就讲说这个，这个阿凡达人就是说，哎，你们这些科学家老来上我们这儿来去想教我们知识，但是呢，你们自己的脑子像石头一样啊，我们给你的各种知识你都无法接受，啊，这就属于双方无法理解，都觉得对方是傻逼，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他投的票胜似他投的票啊，这个也没有了。中国向来都是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对吧？像川普这么一个人，还是可以带来很多欢乐啊，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这个口播博主，对吧？有了川建国在台上，还是可以多水很多节目的。我比较好奇，国内的自由贸易区受不受进口关税影响？呃，理论上说应该是不受吧，但是这块儿我也不知道，因为刚开始实行嘛，咱们再等等看呗。我很想知道中国投了多少美债，抛了多少美债。公开信息不是说还剩7700多亿美元，是2月份的数据。这2个月估计抛了很多。到2025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大约是3.2万亿到3.3万亿美元之间。如果发钱给百姓多好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
今天是美债突然飙了啊，应该是下午的消息吧，就是美债的利息，利率突然涨了，然后呢就在想说谁抛美债了，然后就问日本，啊，是不是你干的？因为现在日本应该是第一，就是海外的第一美债持有国，然后日本人说大哥不是我，对，然后中国在旁边啥也没说啊，就是特朗普那个经济顾问说要给这个海外持有美债的人收钱啊，因为美债就是美国提供了美债这样的一个稳赚不赔的挣钱工具啊，这个我们还承担了很多的成本。你要买美债，这些人要去这个付手续费，这个你这种话都讲出来了，那大家不抛等什么呢？对吧？这个所以也很神奇啊。大家听会员付费节目了吗？我觉得那集川普让我赔钱了里边说的也对，就是等等让子弹飞一会儿，又能怎么样？一惊一乍，最后反而损失能量。推荐一波会员节目，好吧，感谢感谢，可能是吧？那你帮我答疑解惑吧，哪个事儿帮你答疑解惑呀？这种就是国内川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川粉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啊。呃，你当老范的经纪人吧，这个人家忙着呢，这种时刻还抛美债，不留着预防万一。哎，这个你看啊，现在这个时候是美债利息暴涨，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币暴跌。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到7.4了，昨天还是7.2几呢，今天是7.42，对吧？那是多么微小的一个变化吧，只能这么讲。呃，人中国政府肯定是希望让人民币贬值，能够把这个呃税给它处理掉啊，关税处理掉。而且我觉得最终的关税呢，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数字啊，就还是会加，都会加啊，但是呢，会是一个大家觉得还凑合的一个数字，就跟那个什么上来说，哎，我要给你那个房子拆了啊，那不行，我要拼死抗争，那我给你开扇窗行不行？那行吧，你只要不拆我房子，你让你开窗吧，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就川普现在在玩这么个事情，只是玩的呢比较拙劣啊，让大家觉得比较烦而已。西欧的反击几百亿毛毛雨，是的，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件事儿了。西欧应该还是能够搞定的吧，还是能够把这事儿谈明白的。加拿大那个貌似只是触发了美加墨自贸协议的反制啊，这个反正加拿大是说对美国汽车加25%吧，还是对什么？感觉你们两个挺搭的啊，这个我们俩都挺忙的，关键是。问了几个 AI，给出的答案都是中国新增失业人口至少8000万以上，美国失业增加200到300万。美国不是要就业了吗？川普说我现在把煤厂的和煤电站的这个，都那个什么都处理掉啊，对吧？然后大家就好好回去挖煤就好了。Timo 涨价了还断货了啊，这个肯定是对 Timo 是伤害很大的这一次。这一次其实伤害最大的一个是 Timo，一个是申银。你说那个偏旁叫做注音啊，对，那个东西是叫注音，并不感兴趣。这是哪段儿？我的初衷是做知识付费的博主，其实很辛苦，大家只看见台前的几十分钟，但是背后的精神劳动啊非常多。提供一下鼓励啊，感谢。塔主是理解老范的，是的。川建国、拜振华我还真没听说过，但是川建国确实是大家听的挺多的啊。这是个德语，好吧。美利坚双宝挺开心的，对。哎，拜登不说要复出吗？到底啥情况啊？这段时间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几年就是自媒体时事主播的元年，没有啊？真正自媒体元年是什么时候啊？是这个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没事儿干，我就属于起号起晚了。这个台湾中文注音法主要是注音符
号啊，这个跟仓颉为主啊，好吧，那个反正我是完全不懂。美股马上要开盘了，盘前交易开始反弹，今天没准会一片绿油油啊，希望美股涨吧。嗯，我是斗眼啊，不左也不右啊，挺好。不知道香港会不会调低联席汇率？香港2月份外汇港币已经下降到1.6，这个月不知道会降到1.5以下，这个不知道了，这个就真不知道了。对于香港那边就没什么了解了。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中国挖掘机一季度销量攀升，今年基建狂魔要复活。也没有啊，现在不是说乌克兰有可能重建嘛，对吧？那不疯狂买这东西。感觉大家来老范的直播间都是奔着塔主来的，哇，这个，塔主你要经常来哦。欧盟啊，那就是个联邦国家，其实它连联邦都不算，因为内部还是挺乱乎的啊。你是了解他们的啊，所以，经常被人利用啊，这个我觉得挺开心的。欧盟小包抽税，居于固定税金也是比较严重，货物没有税贵啊，是的，所以未来肯定还是要去调整啊这块儿，但是我相信以这个拼多多或者以 Tmall 的灵活身段的话，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只是，稍微的给他那么1-2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你去调整的话，也没什么结果啊，还是等这个川普这块儿稍微的有一些最终结果以后再去调整是比较好的。在中国新闻网留言了，又被推荐了，官媒看来还是可以的。这几天，呃，都被精选了几次留言了啊，这个我从来不去。中国会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失业率过高，老百姓这个不会的啊，中国维稳为重啊，这个还是很稳定的。应该有种强烈的感觉，现在是历史的垃圾时间，方方面面都挺垃圾。没有啊，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多好玩的一个事情。昨天早上也绿油油，后来就红灿灿了。是的，昨天是先拉，然后到后边就直接咔嚓下去了，没抄底嘛，这个不要说这个。中欧打电话，冯德莱恩全中国去和美国谈判，说大家一起联起手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这事儿国内肯定不会给你答案，这个我觉得欧洲，哎，慢慢让他折腾去吧。邦联啊，不是联邦啊，可以这么讲吧。老川坚持加50，结果市场红了，就看今天是不是会有新的砸盘新闻。这个今天新的砸盘就是中国又加了25呗，中国现在是80%几吧，就是对于美国的商品。川普很讨厌欧盟啊，说欧元就是专门针对美国的，是这样的。发烧老师说，发烧老师是谁啊？欧洲就是加料版的佛跳墙啊，这个不知道讲的什么意思。我今天跟投资经理聊，但是他说还是稳一点。我在想要不要进一点，这是谁？Oracle，好吧，进一点 Oracle，等着这个 Oracle 收购 TikTok 是吧？这个现在不能这个什么啊，不能乱想这个事儿。我今天跟对，这个是官媒怎么又可以了？南方系和上海系的编辑和记者都跑光了啊！这个，我是从来不看，也不太关心官媒。现在租船去美国玩私有玩走私有机会啊？往美国走啥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主要是微信推荐了信息，打开都是官媒啊，我的微信我也不怎么用了。问个题外问题，我昨天用小红书一个美女博主的照片画了几张吉卜力之类的照片，觉得
挺好看的，就私发给他了。结果对方说我擅自用他的照片喂 AI，很冒犯，还给我拉黑了。那你这事儿确实不太合适啊，对吧？你又不认识人家，你自己画了，然后自己藏着就完了，你还给人发回去，这个这个反正我觉得是挺冒犯的一个事情。历届美国政府都讨厌欧元区，好吧？买 Oracle 是等它入主 TT 嘛？其实它不能算入主啊，它应该也就是，怎么说呢？应该还是 TT 的一个小股东啊，就算进去了也是一个小股东，它是没法决定 TT 如何运转的。好，我们继续啊，还有一些评论。拉玛4出来就没什么动静了啊。有人说独立 APP 是死路，腾讯应该干掉元宝，把元宝放进微信啊。这个我是觉得还是要独立 APP 啊，但是独立 APP 具体怎么做是有另外一个做法，这个可以过几天跟大家分享吧，就是应该如何做 AI 独立 APP 啊。当然这种因为普通人做不了嘛，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厂在做。然后再往后啊，说这个 DeepSeek 还是被明显被夸大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 DeepSeek 本身的能力呢，我们还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边界的。但是 DeepSeek 的作用确实是很大啊，非常非常大。这个真的是搅乱一池春水啊，这个一点都不过分。再往后啊，说这个，我发了个帖子说还有人在用 Copilot 吗？当时其实写少了啊，应该是问 Windows 上的 Copilot，但是很多人跟我去讲说我在 GitHub Copilot 还在用，还在写程序啊，那个我也还在用，但是 Windows 的 Copilot 或者叫 Microsoft 的 Copilot，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用啊？这个有人说你算不算差生文具多呀？找个相对好用的认真干活才是王道。这个但是 AI 工具这事儿呢，都那么回事儿。如果你选择认为一个项目好用的话，那离上当受骗就不远了，对吧？就跟前面我们讲这个过度相信 NOA 这个过程是一样的，所以只能是整一大堆来去比对着使用啊，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至少目前还不行。还有人说啊，有人能指教一下留存模型是什么吗？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做 APP 的时候呢，会去考虑你的4日留存、7日留存、30日留存，以及这个就是留存数列的一个方差啊，它会算这个东西，然后呢去算这个总留存时长以及这个总生命周期啊，会算这个一个应用的这种东西，然后算完了以后呢，你才能知道说。我一个应用到底可以给我带来多少收益，带来多少点击，然后我用多少钱去花钱买这个，下载是划算的，然后这个当转化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它是一个划算的。那么这种呢，就属于叫留存模型啊，这是我们确实又说错了啊，这个是行业黑话。当时讲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大家去做独立 APP 的时候呢，传统的这种留存模型就不能继续工作了，你需要有一套新的留存模型，才能够让用户留下来继续用下去，对吧？那么以前比如说像我们为了提高留存，会去想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把这个包变小啊，或者说在这个图标上怎么去处理，然后在这个进入应用以后，然后应该让如何去展示你的功能，对吧？以及这个前48小时不展示广告，对吧？我们有一大堆的这个调整留存模型的方法，这个也都算是小道吧。但是呢，现在在 AI 大模型的这些超级应用里头，要有一些新的方法来去玩这个事儿啊，这就是讲留存模型的事情。继续说这个，我看这边有什么了。主播预测一下这波中美贸易战谁会赢啊？中美贸易战会不会引发热战？这没法预测，这太遥远了。人家美女好不容易美元滤镜了，你把人家画成漫画风打回原形，气氛也不意外。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美女呢，肯定对自己的形象是非常在意的，对吧？如果谁家的美女女朋友让男朋友拍的照片不经过他的允许和修图的话，是绝对不让你往外发的，对吧？你这个随便给人改了个吉普力就给人发回去，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
日本的博主很多都声明照片不允许用于训练 AI。其实这个并没有训练 AI 啊，这个你让他去画一次，肯定离训练 AI 还是有点距离的。6月份打算带娃去小商品市场扫荡玩具，大箱带回来，好吧？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小商品市场，你就拼多多扫完了以后，让他给你寄家去。然后呢，你再回这个什么的时候，回国的时候直接拎回家就完了。去小商品市场小商品市场其实容易挑花眼。女性博主对隐私很敏感，正常情况下，对，因为他怕你拿这玩意儿给他 P 一个不雅图什么，这也挺麻烦的。大箱也要交关税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就是个人携带，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管吧，因为你个人携带你能带多少？挺冒犯的。X 上很多插画师或者一些博主老早就在简介里注明了 AI 学习禁止。是的，所以刚才那哥们儿觉得自己没冒犯这个，关键是他的行为很奇怪，他还给人发回去，你自己编了就完了，对吧？这一波还是美国大赢家，中国失业人口会爆炸性增长，估计中国新增失业啊，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等等看。讲起依赖 AI 导致上当受骗，又想起老范污染搜索结果的事情。哎，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不怎么用 Perplexity 啊？就是上次弄那个是什么精盾行动，就是 Perplexity 编了，然后我用完了以后，在第二天再问他的时候，就直接引用我的内容，然后就这个名字叫精盾行动了。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气愤。我一直在用 Windows 的 Copilot 学外语啊，主要是能够保存设置好的模板啊。这个好吧，我的外语是比较烂的啊。AI 换脸真的爽啊，这个我还没怎么用过。AI 工具迭代优化很快，这家今天难用，但是明天更新成了业界第一，也不是不可能。对，Gemini 2.5 Pro 就属于翻身做主人的啊。现在 Gemini 2.5 Pro 对于我来说最讨厌的就是慢。其他的没什么。这类公开网上照片不是早就被 GPT 之类的训练公司扒了一遍了吗？这个不对啊，GPT 是理论上说是不能扒这些东西的啊，你要扒之前还是要这个得到允许的，或者要去签这个授权协议的。郭正亮那个，都说美积电水土不服，工程师不加班，不如台积电努力。这个我没看啊，这么多 AI，真的赚钱的就基本没有。现在赚钱的就是英伟达赚钱，其他都不赚钱。唯一改变的就是搜索引擎基本不用了。对，我现在也基本上已经不用搜索引擎了啊。但是你看谷歌的财报，它的搜索广告收入并没有下降，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是在小圈子待久了啊，以为全世界都是吉卜力这个其实国内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是啥玩意儿，不是国内是知道的，但是这个依然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儿还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比如说把它拿下来，你画完了以后呢，你只要不要带原图啊，说这是同一个人你发到国外去啊，发到 Twitter 发到什么没人管你，你还给人发回去，这个事儿很怪啊。DeepSeek 的价值等于对手挤出来的牙膏价值总和多少？和用户的牙膏和用户的牙刷有多爽啊？好吧，这个我觉得沙漠特曼前两天说接受采访，他就讲这个 DeepSeek，他说呢，DeepSeek 真正让他感觉到这个不叫威胁吧，就是 DeepSeek 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就是让他认识到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先做出来的推理模型，而且做得很好。但是呢，为了避免抄袭，他把推理的过程给隐藏了，或者说做的没有那么明确。然后 DeepSeek R1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是因为 DeepSeek R1是第一个基本还靠谱，还把整个的推理过程展示出来，让大家觉得看着推理过程能够有一定收获的一个产品。说这个事儿应该他先做，而不应该让 DeepSeek R1先做。就是 DeepSeek R1的主要的这种叫做轰动，实际上是轰动在这儿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去理解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然后是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幅扩大到2%了，哔哩哔哩涨了6%啊，这个行啊，它涨吧。美股开了啊，又是一条线往上，那就看看行不行呗，看看后半夜呗。今天分别用 GPT、豆包、Gemini、Grok 千问的客户端改图啊，这个替换纯色图片里头2个中文字，只有 GPT 能够完成任务，Grok 能够理解需求，但中文无力。豆包理解错误，千问回一句就是没有上下文了啊，Gemini 直接给你办了啊，语义理解上和工具调用上。还是 GPT 第一啊，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改中文这件事 GPT 还是很厉害的。这个 DeepSeek 翻译也挺不错的啊，翻译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应用了。对于女主播的那个，这发吉普力图回去的是男生嘛？我觉得会不会让对方觉得你是想跟他套近乎？哎，反正我觉得挺难理解的。2.5 Pro 不让用了，这个 AI Studio 的账号被办了。这个不用啊，你现在直接用 Gemini.google.com 那个网站，就是也可以用，每天大概是可以用5次还是几次，还是10次我忘了。我现在都已经不去 AI Studio 了，都是直接在这个 Gemini.google.com 上使啊，很开心的。这个给大家讲一个难堪的事情，也是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塔主，我觉得我同事跟你好像，然后发了同事的照片，我顿时火冒三丈，你同事这么丑，是的，好像没看到欧盟全票反击的信息，这个我也没注意看啊，因为国内传的肯定会断章取义了。好，继续，这个特朗普给 TikTok 续命75天这条，有人说了，老范付费频道的视频可以去 OnlyFans 发一份啊，这个我就算了啊，OnlyFans 我从来没去过啊，也这个没有账号，因为 OnlyFans 是这样，就是你只要不付费，你连进都进不去，就是它属于进入就必须付费的一个平台。像我这么穷的人就不为这种事情付费了。还有人说啊，老范你乱讲啊，张虽然只持有 TikTok 20%，却拥有经营权。如果没把算法和后台清干净，北京是不会批准的。老范，你内行说外行话。哎呀，这个你真的以为这个算法那么有用吗？没有那么有用的，对吧？这个前面 TikTok 的节目咱们做过很多次了，TikTok 的算法没有那么神奇，也没有那么有用，对吧？它只是另外一个思路而已。而且这个事情，你只要有中国人在管这个或者在运营这些项目的话，它都是受国安法管理的，对吧？都需要无条件的配合政府，那这个你咋清干净？你清不干净，你清到哪儿都干净不了。再往后啊，说这个，还有人说了，说只要特朗普在任上，TikTok 就不会下架的。我觉得对于特朗普这种喜欢朝令夕改的人来说呢，还是不要那么认准了，说他一定会这样或者一定不会那样的事情比较好啊。好啊，最后一条啊，拉玛四作弊，这就是今天早上放了一条啊，说拉玛四做没作弊还是等等后续吧。但是高分低能是实锤了，在 X 和 Reddit 上，很多博主的自建 bench 上连的都是在自建的这个跑分上连千问 32B 都比不过，现在应该都是跟那个 QWQ 32B 去比啊，这个确实是比不过。就是它那个中量级的模型都比不过这个东西。好这就是网上的所有内容。好，问一下老范，国内有没有可能和日本一样给老百姓发钱对抗美国的贸易战？现在都是国补啊，就是你必须买东西他不会把钱发给你，他是会让你去买东西。你像那个，我这几天也在买啊，只要有国补的我就去买。
塔主，我觉得啊，我同事跟你有点像，不过啊，你比他好看多了，这算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吧。但是我觉得呢，对于美女来说，最好还是不要去评价人的长相，也不要去比较。我好像 AI Studio 也能用，我不相信谷歌不知道我的真实位置，肯定知道。电报群免费看，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没看过。呃，我是想套近乎，因为他觉得他用不了 GPT，觉得带着点儿献宝的意味，结果弄巧成拙啊。这个如果你跟人很熟，你可以干这个事儿，而且呢，最好是私下发啊。如果你跟人不熟，你干这个事儿就很唐突了啊。那天看塔主直播，我真觉得塔主好看，本来就好看。川普知道 TikTok 这次赢得竞选，他很明白。我觉得对于川普到底能干什么，还是不要随便预测啊。Gemini 网站次数太少了，用不爽。是，我的这个什么呢？现在已经把 Gemini 2.5挂到我的各种工作流里在用。我发现我每个月会要给谷歌贡献 token 费用，因为谷歌是按使用量计费的，大概还是要贡献个$10或者多少的，还是要贡献一点点的。但是我没有买它的套餐啊，就是没有买它的会员啊，就是按 token 付钱。我记得我在老范这里讲第4次了，TikTok 早在2020年就被开盒了，美塔也复现过了，但是运营能力跟不上，根本用不了。TikTok 那个它的推荐算法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半自动推荐算法，就是你没有巨大的运营团队根本跑不起来。好，川普难怪连任都是 TikTok 的功劳啊，这个，这川普知道啊，这个咱就等呗。国补的32寸 OLED 屏幕便宜了不少，是的。TikTok 和他连任有那么多关心是想多了啊，这个我觉得川普有川普的想法了，没必要太去跟他费劲。估计 Speed 不会在中国直播了，有吗？不知道。塔主是谁？刚才说话这个不是有一位网友是跟我一块儿开过直播的。这个2020年炒 TikTok 算法的时候，扎克伯格的大脸就出来好几次，拿到了运营不起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看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 TikTok 的算法更新迭代非常快，这个对于像什么这个叫做谁来说，像这个美塔这种小团队来说，真没法整。美塔其实员工不少，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推荐算法这块儿的整个的运营能力比 TikTok 差太远了。一些发那啥的，我都说，很长很可爱，什么很长是什么意思？今天大家不要歪楼啊，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都40对老阿姨了，这个咱心灵美，这个心灵美为主这个，不用谦虚啊，Speed 如果还在中国直播，估计会有人会对他雄起，这什么意思？应该不至于吧？现在我们还是希望老外来的啊，欧盟反击了，到底反击成什么样了，我也没仔细看。一直有个疑问，直播过程中插的广告，回来后会自动调速追上我？不会啊，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看直播看的那个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人在这点插了广告，可能你再看就会慢一点。离境退税加上免签240小时，全职跑代购，人肉背包，这背不了，你除非是有陆地口岸，否则你根本背不了。你坐个飞机，你像中国到美国的飞机多贵啊！会不会国内有些产品被加关税之后又补助消费者？在消费端这种玩法应该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
这个加了关税的东西一般跟消费者都没什么关系，对吧？这个我们去买这个阿根廷的牛肉就好了，人家不用买美国的呗，啊，不跟他费劲了。塔主有40啊，感觉塔主直播，我都想问塔主有没有30了啊？这个怕被拉黑，你看这不多好？这个卡尔加厨就在我这里比较顽皮啊，这个如果你是 YouTube 会员就不会显示广告。是的，300人看只有30多个赞啊，这个哎没事大家开心就点一个，对吧？香港还是自由港，进口不会有多少关税。但是香港自由港这个事儿呢，你自己说了不算，得要看别人是不是承认你。啊，现在香港自由港的身份也很多开始不承认了。欧盟25%的关税不大气，欧盟好像对某些东西25%吧，到底怎么征，我现在还不确定啊。以后香港会不会卖便宜的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是在河南生产的，肯定是中国买最便宜啊。啊，那香港还会更便宜点。悄咪咪说，AED 什么什么插件可以除掉这个，不要去广告啊，这多不好。我还等着那个什么呢？关于野兽先生，那个小子是个鬼才，小时候是父亲抛弃了母子俩，他就立志要大红大紫有钱，然后他自己都说自己的视频就是为了要拼点击量，他自称自己是儿童产业，各种玩具、垃圾食品卖。这个人可能的确很成功，但我坚决不让自己家的小孩看他的东西。好吧，我从来没看过啊。野兽先生这个呢，就是被抛弃的母子多了啊，然后立志要成才、大红大紫挣钱的人也多了。他只是其中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吧。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抽风推广告，广告一直都有啊。欧盟反击只有钢铁跟铝啊，还是美国主要卖到欧洲的农产品？美国到底是往农产品往欧洲卖啥，我还真搞不清楚。卡尔是顽皮的啊，是的，这个一定要念，这怎么能不念呢？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了，才想起来没点赞啊！我一直说点赞，其实没点啊！你看，你老号召别人，大家一定要去点个赞，再那个撤退啊！我们已经差不多了。这个推荐算法运营是指给博主推荐内容、创造话题，不是，这个很复杂这个过程。啊，我应该是前面讲过吧，我忘了是在会员频道里讲，还是在外边讲过这种东西了啊。欧盟什么国家有同意在第一波的什么反击特朗普关税？这个英文我就比较费劲了啊。目标是美国商品，像是什么豆嘛，钢铁和铜以及汽车啊，好吧，我大概就磕磕绊绊能读到这种程度了。川普要求欧盟加购多少亿的能源来着？其实美国是能源出口大国吗？我还真不是，好像是出口一些石油，对吧？他自己现在还惦记挖煤去发电呢，这个这个我真的想不明白，美国那么缺电吗？现在需要挖煤去发电？川普要求欧盟买3500亿美金，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卖给欧盟的东西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武器啊，其他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卖出钱来。美国好像是第一天然气出口国，但是你从美国弄过去多费劲啊！你还是赶快把俄乌冲突弄完了以后，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弄去多省事儿。美国出口石油啊，挺好。但是你出口石油，欧佩克增产这玩意儿呢，你卖得掉卖不掉，对吧？毕竟这个大头，我觉得还是在欧佩克手里头。欧盟部分25%是之前就宣布的，装样子啊，这个，哎，这个看呗。如果川普也觉得是装样子呢，那就是装样子。川普觉得我被侮辱了，然后我给你加回去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一次一次见证历史，对啊，历史就在眼前发生，多好玩。
最终能坐下来谈吗？不知道，这个现在真不知道。美国怕加拿大拉闸，不怕，美国有的是电。川普说了，我怎么会用加拿大的电呢？我不需要你的电，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儿，300多人，咱们又聊了一晚上了啊。估计2倍追不上了，刚到公司，回头慢慢看吧。这个美国想全吃掉欧盟的份额，谈了几年了啊，这个我觉得挺难，你必须拿船运去，这事儿就很费劲。美国富得流油啊，耕地面积和能源都很充裕。美国那就让它继续富下去呗。好，那我们今天老范读评就到这里，也读了2个小时了啊，咱们下周三继续老范读评，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结束直播。